这是咱们小功能系列的新一期啊。之前咱们探讨过拍照，但是只拍吃的，还是拍照但 Live Photo， 灵动岛模仿大赛谁是 MVP，AI 但语音助手。这一期咱们来聊聊系统，但只看相册。为了给大家上点强度，我给这6台手机塞了超过10万张照片，每台差不多2万张吧。喜欢 AI 分析是吧？好好分析去吧，来看看他们是怎么省功夫的，做得好的又有多好用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到底哪一个才是赛博神医？好吧。看，给他把这个头发给补上。好，那么我宣布，荣耀拿到了 MVP。相册这个东西，乍一听很简单，但可以这么说，现在没有哪个相册是哪都好用的，而且功能又多又杂，细讲反倒是让人云里雾里。所以我觉得，与其分出一个高下，不如来看一下什么样的功能好使，什么样的不好使，主打一个取长补短。那咱们这一期呢，不是横评，就当是个讨论吧。小伙伴们也可以在评论和弹幕里面交流一下，你觉得你的手机的相册好不好用？看看能不能给其他小伙伴安利到你的手机。好，那么第一个我们来看最基本的界面，其实大家都看着挺像的，本来我也以为是这样子的，直到 iPhone 新相册给大伙们整了个活，上来给你一个卡个半屏界面，强迫你知道下面还有一个 AI 功能。安卓这边还是粘人不少，至少全屏的主页是保住了。但要细说，这个主界面做的最好的还得是 vivo， 可以筛选相机、截屏这些，还可以组合时间、地点，是否编辑过，是否收藏过，一起筛。怎么说呢？对于我这种几万张照片的相册来说，多一条筛选的路径总是好的。但本来大家都规规矩矩的就挺好的，主页所有的媒体文件、相册还有其他功能，找个地方放好就行。但小米，对，又是小米，喜欢整活。这手机里面一坨星星是什么意思？没有文字说明就算了，点进来以后简直是跟苹果9分甚至是8分相似。最重要的地方放了那年今日，下面放个人物识别，然后才是相册。紧接着下面又是各种所谓的 AI 识别，再往下又把创作和更多随便一放，跟其他手机清晰简单的界面比起来，这个界面看着是新颖了，但大小不一，分类不明确，标题还不够大，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的呀。这么乱的情况下，要找东西就比较麻烦了。为了让大伙们好好搜，大家都有自己的思路哦。传统派的 vivo 就主要靠搜关键字、日期、地点，内容大概筛选一下，基本就能找到要的东西了。或者从人物和地点进去。现在大家都有地图搜索功能，捏一捏就能找到你要的照片。除了 OPPO。它居然直接把城市分门别类成了格子，而且还只能精确到城市，可以说是基本没用了。其实 OPPO 这属于是有点见微知著了，实打实的偏科生，喜欢攻坚，但基础打的中规中矩。就比如说要搜图的话，最起码得知道要找啥。作为当代年轻人，我要找的是一张图，我要找的是那个感觉，什么日期、地点、人物，我哪记得呀？这几年兴起的 AI 搜索那可太揪心了。你看，像是小米搜 AI 搜索点一下就会开始 AI 分析。搜索的时候就很模糊的搜索就行了，就比如说什么什么时候去过了什么什么餐厅。做的比较好的荣耀搜坤坤、熊猫头，甚至搜梦幻的照片，或者更离谱的华为搜梦盒都能给搜到大差不差的照片。说白了，让他们变成一台不懂拒绝的手机，不管你怎么描述，它都可以给你整一些可能比较接近的照片，勾起你一些跟做梦一样的记忆。但在这一块，偏科生 OPPO 它又偏科了，它的上限极高，甚至还可以整理或者是理解图片。就比如说我搜今天的飞机是几点的，它可以直接挖出来你的机票截图，告诉你时间。和最新的那几台机子搭配的话，那更是重量级。你看啊，我现在搜 Switch 2港版的价格多少钱，居然能知道。你看它这个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呢？这只是我之前随手存的一个 Switch 2发布总结的照片，然后它就可以从这张照片里面知道这个港行是多少钱了。而且最新的 X8 Ultra 这里有一个按钮，我只要按一下这个按键，然后呢，它就可以 AI 分析这个界面，直接帮我整理起来。来看一下它帮我总结好的。但为啥说偏科呢？首先，每一次思考的速度超级慢。而且激活的方式暂时还比较呆板，小步不能激活 AI 搜索，基础搜索能力其实也一般，强还是强在前面提到的上限。好兄弟 vivo 呢也有一样的毛病，搜索的成功率并不高，同时还没有整理能力。那下一个
个重点，云服务。这个我说实话，现在所有安卓的云服务都不太好用。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个优化空间。其实咱们初衷是好的，上传到云之后，本地就只保留一个缩略图，就给你大概看一眼，还能省空间。但安卓这没什么下降空间的权限管理又立功了。举个例子，如果有一张很老的照片 ，iPhone 里面你选中原图，它会自动下载原片发送。但是安卓厂商们，没戏，原图全给你上传了，本地只剩几百 K 的缩略图，在第三方软件里面完全用不了。举个例子，你想微信发个原图，好家伙，还得出去相册里面找到原图，点击下载，然后收藏起来，免得回 App 里面找不到。这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短的路径了，只能说为了保留照片，不得不开着这个功能了。当然，可能有的小伙伴也会说，可以选择保留原图呀，但我的云相册已经比手机存储还要大了，存不了一点。而且还有更麻烦的，看似大家都能自动删除本地照片腾空间，但定睛一看，华为、荣耀、小米都说的是照片和视频。OPPO 和 vivo 就只说了照片。果然，我刚登录云服务，他俩就在后台里面疯狂下载。早上一看，删完了，跟200多 G 的微信一拍即合，嗷嗷待哺。但 vivo 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粗暴，你可以不备份200MB 以上的视频啊，不是直接一刀切了是啥意思啊？你看其他的，华为、荣耀、小米这些都可以让不常用的视频不保留在本地，要用的时候再下载下来。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，还真就得靠真原生系统了。鸿蒙 Nest 这边就能做到跟苹果一样丝滑的体验，选一张下一张无缝发送出去。当然，4.3的鸿蒙是做不到的。对，差点忘了，这还有个三星呢，国内压根儿就没有云服务。我建议用三星的家里面可以配个华为家庭存储备份照片。不过虽然大家云服务都不好使，但你可以体验到这个。共享相册，别急，我知道有很多人觉得这个功能没有用，其实我也只觉得 vivo 这个挺好用的。你看，分享出去直接就是一个小程序，直接打开就能看到，而且还可以多个人同时上传，当个网盘用。你甚至可以在这里面点赞，这个小情绪给的满满的嘛。其他的呢，真的就是简单跟随一下，压根儿就没有用心做，甚至华为根本就没有共享相册，华为没有，荣耀自然也没有。但苹果这边除了大家都用过的共享相册以外，还有个没咋用过但也很有意思的共享图库。我们在相机界面这里呢，打开这个开关，然后我现在随便拍一张照片，虽然这个速度有点慢，但是它还是同步过来了。如果你的朋友也是用 iPhone 的话，那你们就可以共享同一个相册了。现在我在这边也在拍一张，然后按钮已经是打开了，经典，它又同步不过来了。那这个在酷狗想象中的空间里面应该是非常好用的，但是价格这个就好玩了。iPhone、荣耀和华为的容量分配都出奇的一致，200G 直接跳到2T，价格直接翻2倍以上。而且 iPhone 永远都是最贵的，华为、荣耀紧随其后，价格一模一样，永远倒数第二。但有点意外的是 ，OPPO 竟然是性价比最高的，尤其是2T 只需要399，平均每一 G 呢2毛都不到。不过华为还有个更弯道超车的，它有家庭存储啊，一次性买断。别说整合的还相当深入，直接在相册就可以浏览家庭存储的照片，也可以整合起来看，跟真正的云并没有什么区别。你甚至可以选择哪些备份到家庭存储，哪些备份到云，或者是双备份。其他家嘛，如果能够找到靠谱的途径，那家庭车可能就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案了。那这个价格来说，你们会考虑开云服务吗？还是来看一下免费功能吧。小伙伴们平时都是用第三方软件修图，还是用相册修图的呢？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有些相册好像从来都是加功能、抠图、换天、视频剪辑等等等等，堆得满满当当的，甚至还会跳转应用。对，说到这个了，来比一波吧。今年的机子都加入了 AI 消除，那实际如何呢？相对来说吧，华为没有消除路人的选项，必须要手动圈，但效果其实是最好的。看似没有选到影子，但实则影子消除得非常的干净。楼梯的形状也很正确。最神奇的是 Next 的清晰度非常高，现在基本所有手机 AI 消除之后都会变模糊，只有 Next 不会，甚至比自家兄弟4.3版本都清晰很多。OPPO 选人选的最准确，连影子都会选上，但是消除了之后，把中间的喷泉识别成了一个杯，倒也不怪他哈。小米这边就选的没有那么全了，影子也拉下了，中间的喷泉变成了莫名其妙的东西，楼梯也扭曲了。vivo 的非常模糊，模糊到我根本没有办法分辨生成出来了什么。而荣耀嘛，直接给人家楼梯破拆了。
那有的相册嘛，偏科，说的就是你。OPPO 基础功能属实是保底了一点，高情商跟 iPhone 有点像，中规中矩，不攻不过，一般来说还都能用。但对比一下功能做的比较好的，小米这边幻天、特效、拼图、剪辑啥都能做点 ，vivo 这边还可以抠图，它俩还都可以非常方便的压缩照片或者是视频的大小。这些功能虽然不能说特别刚需吧，但关键的时候不刚需是不可能的。三星这边还有个特别好用的光平衡功能，你看正常的机子想要拉亮，无非就是拉曝光嘛，那容易过曝啊。但拉亮度呢又容易发灰，对吧？但你看三星这个拉了之后不会过曝，甚至有一种后期 HDR 的效果。非常的亮丽，建议这些功能都互相学习学习哦。不过偏科生 OPPO 有一点做的比较好的，他们的编辑呢其实是最看齐 iPhone 的。新机子里面调整色彩、裁切、滤镜全都不会影响到 Live Photo， 甚至 Live Photo 都会被调整，而且 AI 非常的实用。你看，消除、去拖影、去反光、超像素。直接对应了几乎所有会造成废片的元素，还怕不够用 ？X8 Ultra 又加了个新功能，可以自动重构图、自动推荐滤镜。这里放几个对比，你们感受一下。效果好不好，你们说了算。但是为什么要强调 X8 Ultra 呢？我也希望这些功能会尽快下放到老机子上面。所以知道为啥我说大家都各有各的好了吧 ？OPPO 更擅长润物细无声的体验 ，vivo 小米的功能多到离谱，华为的端云协同潜力无穷。其实这一期我也并不想分个高下出来的，只是一台台机子换着用了之后，就经常会怀念某一台手机的某个功能。不妨告诉大家，说不定之后这些好使的功能也会出现在你的手机上。那么这个系列的视频，我们可能还会继续去拆解一下有意思的体验，甚至我在想能不能去体验一下各家的线下，看看到底时至今日了，是不是 OV 的售后天下无敌，还是说小米已经后来居上了，又或者是有没有黑马呢？如果你也想要看的话，评论区留个言，我去安排一下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铁力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